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命理频道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既神秘又充满力量的食神七煞。提到七煞，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它带着一丝凶险，一丝挑战。确实，在命理学中，七煞被称为四大凶神之一。但你们知道吗？这把凶刀一旦被驾驭得当，反而能成为我们人生中获得巨大权力、财富和成就的利器。那么，七煞究竟是什么？它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一面？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和驾驭它，让它为我们所用，而不是成为命运的绊脚石呢？今天我将带大家深入解析七煞的方方面面，让你对这个充满争议的星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理解。首先，我们来给七煞下一个定义。在八字命理中，七煞又称偏官，指的是与日主同性相克的五行。这个克可不是一般的克，它带着一种强制性，一种压迫感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凶狠的能量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就像是拿着一把锋利的刀直指你的要害，这种感觉就是七煞。很多人会问，七煞和偏官到底有什么区别？其实，它们本质上是同一个神，关键在于它是否受到了有效的制约和转化。当它处于一种无智或无化的状态时，它的凶性就会非常显著，我们称之为七煞。它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不受控制，充满了破坏力。但如果这匹野马被驯服了，被驾驭了，它的力量就能为我所用。此时我们称之为偏官，它不再是单纯的凶险，而是转化为一种权威，一种能力。所以七煞和偏官说的都是同一股能量，只是看这股能量是被释放还是被驾驭。那么如果一个人命局中七煞过旺，又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化，会怎么样呢？我必须告诉大家，这通常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这种七煞无制的人，他们的心性会带有非常强烈的负面特征，往往也是他们人生坎坷多受欺凌的根源。七煞无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性情凶狠、残暴、脾气暴躁，他们内心可能藏着很深的报复心，甚至敢于采取极端行动，比如杀人放火。这种报复心不是一时的冲动，而是能记恨10年8年，伺机而动。你可能觉得奇怪，既然凶狠，怎么又会懦弱呢？这就是七煞无制的矛盾之处。他们在外面往往魄力不足，唯唯诺诺，很容易受欺负，还批评。但回到家或者在熟悉的人面前，他们又会变得絮絮叨叨，没完没了地诉说自己的委屈和苦楚，心胸狭窄，充满了抱怨。命理上讲，七煞五制的人格局通常不高，他们命苦贫穷，还特别容易犯小人，缺乏贵人相助。俗语常说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很多时候指的就是这种因自身心性缺陷而导致困境的人。如果命理师遇到这种组合，一定会建议命主从自身找问题，修正缺点，改善人际关系，这才是根本的解法。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，七煞无制的人身上常常有疤痕，这些疤痕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七煞力量的旺衰程度。如果七煞来克制日主，而日主又没有印星来化解，那这种人就更容易被人批评指责，而且更容易留下身体上的伤疤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七煞太可怕了，但别担心，七煞作为一股强大的能量，一旦被有效制化，它所能带来的成就和地位，往往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。它就像一把双刃剑，用好了就能削铁如泥，无往不利。在所有七煞的制化方式中，化煞生印，也就是七煞化印，是公认的最高级别格局之一。拥有化煞生印格局的人，通常能够掌握巨大的权力，官位显赫，大富大贵，一生过得非常平稳，鲜少有大起大落。他们往往是那种真正能官大的人。你可能会想，掌握大权的人会很霸道吧？恰恰相反，有此格局者，为人通常非常慈悲，智慧超群。这正是因为七煞的凶性被印星化解后，转化成了深厚的仁慈和智慧。更厉害的是，命中有化煞生印的组合，无论其他命局如何，
基本上都没有牢狱之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印星是最好的护身符，它能化解一切凶险，保护日主平安。这类格局通常出行政官或是管党务的官员，比如书记一类，级别往往非常高。食神是制服七煞的另一个有效工具，它代表着命主的魄力、技术能力和管理才能。如果食神的力量足够强大，能够完全制服七煞，那么命主就会成为真正的官命，主大富贵。这种人做事果断有魄力，擅长技术，也擅长管理。他们获得的官职往往带有实权，比如军队、公检法等武职。但如果食神的力量不足，治不住七煞，那怎么办呢？也别担心，七煞就会转而当财看，命主就会是求财的命。这个时候，七煞所代表的财力，往往比一般的正财和偏财都要大，甚至不亚于财库。食伤制煞的人，适合从事技术或者业务方面的管理者。如果食神是木，七煞是土，可能从事园林建设部门；如果七煞是金，食神是火，可能与网络、电器、金融，甚至制冷行业如卖家电、空调有关。然而，食神制煞的格局一旦形成，有一个最大的忌讳，那就是遇到枭神夺食。如果流年大运中出现枭神夺食，破坏了食神对七煞的制约，那命主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，轻者名誉受损、破财，重者可能有官灾。阳刃是劫财的极端形式，是一种极刚之物。当它与七煞的凶性搭配时，也能构成一个大格局。阳刃驾煞，阳刃驾煞主武职，是军队、公检法等行业的绝佳配置。拥有这种格局的人，为人重情重义，行事果断，雷厉风行。这个格局最喜七煞旺盛。如果阳刃弱而七煞旺，命主虽然会多灾多难，但也能屈能伸，百折不挠。阳刃驾煞能够将七煞原本的凶残心性转化为勇敢、坚强、不畏艰险的抗压能力。这种人是真正的硬汉。七煞所代表的财富和地位，往往是命局中最高等级之一。七煞的财力通常比正官所代表的财富更大。在命理学中，最高的财富级别是官煞库，其次是食伤库，然后才是旺煞。可见七煞在财富榜上是名列前茅的。在命局中，当七煞的力量较弱或虚透时，常常会被当作财来看待。这时候，它所代表的财力也往往高于一般的正财和偏财。七煞制化得当，所获得的官职往往具有实权或管理属性。化煞生印通常是行政领导或负责党务的官员，权力大。食伤制煞通常是技术或业务方面的管理者或企业高层管理者。如果七煞与国家官方有缘，制服后获得的权利是政府官员的权利；但如果七煞是个人或企业的，与官方无缘，制服后则可能获得社会上的头衔，如政协委员、团体领导者等。除了上述的制化格局，七煞在命理应用中还有一些非常特殊而重要的原则。理解这些，才能更精准地论命。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，甚至关系到命主的生命安全。在某些命局中，七煞可能会成为维持阴阳平衡的关键制衡点。比如，如果整个命局中七煞是唯一的阳性五行独阳，或者唯一的阴性五行独阴，那么这个七煞就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绝对不能把这个七煞治过或者治尽。一旦治过，就会打破命局的阴阳平衡，导致大灾，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，有丧命的风险。独阳或独阴被治过，轻则身体残缺，重则死亡。哪怕这个七煞是身外之物，也不能过度制服，这是判断命局吉凶的重中之重。我们前面提过，七煞无治的人身上常有疤痕。这里再深入一下，疤痕的出现时间通常是在七煞力量过旺的流年，疤痕出现的位置则取决于七煞的五行属性和在四柱中的位置。如果七煞在天干，疤痕多半在头部或脸部。
如果七煞在地支，疤痕则多半在腿脚或身体下方。好了，今天的七煞讲解就到这里。总结一下，七煞是命局中能量极其强大的食神，它就像一把双刃剑，既是灾祸的源头，也可能带来非凡的成就和巨大的财富。当它无智无化时，是凶猛的七煞，可能导致人生命运坎坷、性格缺陷，甚至带来身体伤害和牢狱之灾。但当它被有效制化时，它就成为了偏官，能成就化煞、生印、食神制煞、阳刃、驾煞等高级格局，带来非凡的权力、财富和社会地位。理解七煞的制化关系，以及它在全局平衡中的关键作用，是精准论命的重中之重。命理学不是宿命论，它告诉我们的是能量的流动和可能性。即使命局中有无智的七煞，通过修心养性修正自身缺点，依然可以改善人际关系，化解部分凶险。而对于那些有七煞好格局的人，更要懂得珍惜和利用这份天赋，去成就一番事业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对七煞有更深刻的认识。如果你觉得有帮助，请点赞支持一下，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。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精彩内容了。